家里越干净，人越有福。这句话很多人不信，以为是老生常谈。其实这背后藏着极深的道理。你到别人家里去，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有的人家一进门，整个人就舒服，空气都是温润的，心头也敞亮。可有的人家呢，装修花了大价钱，家具也名贵，你坐在那儿却总觉得别闷，待不住。更奇怪的是什么？那些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气场柔和的人，你看他的日子总是越过越顺，贵人多，钱也多。反过来，那些家里堆满杂物、东西乱七八糟的人，不是常生病，就是总破财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说是风水吗？我告诉你，风水只是表象，真正的原因是场域磁场。很多人一听磁场就觉得玄，其实一点都不玄。磁场就是你这个人的气场跟你住的空间之间的互动。你是什么频率，你的家就是什么状态。你乱，家就乱；你心里有序，家就有序。房子啊，不过是你内心的投影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你骗不过你的家。为什么？因为家就是你的潜意识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。有个年轻人叫小陈，事业上很拼，加班熬夜，到处跑业务，可几年下来就是不见起色。他每次跟我说，我真的搞不懂，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还是不顺。后来有一天我去他家，一进门我就愣住了。门口鞋子堆成山，餐桌上全是快递盒，过期账单，厨房水槽里积着油腻腻的碗，空气里混着霉味跟灰尘味。那一刻我就明白了，他不是命不好，是气场堵住了。我没跟他讲大道理，只说了一句，你先别忙着算命。先收拾家，他半信半疑，但还是照做了。那几天他扔了20多袋垃圾，把地板擦得发亮，把窗帘洗了，连床底下的灰都清干净。后来他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房子干净之后，我整个人都清醒了。那一周他接到了一个拖了半年没回音的合作项目。他跟我说，原来运气真的跟干净有关。很多人笑说这是巧合，可我见得太多了。有的人一边喊着要转运，一边住在乱糟糟的房间里。有的人天天求佛拜神求财，却连家里的垃圾都懒得倒。你说天怎么帮你？连你自己都不肯让气流动，命怎么流？你记住，家是命的容器，容器乱，命就装不下福。当家里的能量被杂物压住，人的心也被困住。所以家乱不是表象，是真实的气乱。气乱不是无形的，它会映射在你的运势上，映射在你的情绪上，映射在你的健康上。很多人不信，直到他搬家。你发现没有？当你搬进新家的时候，那种轻盈清爽，像换了人生的感觉是真实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旧家里残留了太多旧气场，情绪的灰尘，回忆的阴影，焦虑的震动。那些东西就像空气中看不见的浊气，让人累，让人心沉，让人不敢往前走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该怎么办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从打扫开始。打扫不只是整理物品，更是在整理命运。你擦一张桌子，其实是在清理心里的混乱。你丢掉一个没用的旧物，其实是在放下执念。你打开窗户的那一刻，阳光照进来的不只是光，而是新的能量。风水啊，不过是心的延伸。
你心境好，家境就好；你家境好，运境就好。你信不信？一个真正干净的家，能让你重新生出掌控感。人为什么焦虑？因为内心混乱。人为什么疲惫？因为能量被堵。打扫不是家务，是疗愈。当你亲手把乱象收回秩序，你的心也被一点点安放。我认识一位阿姨，40岁那年丈夫去世，留下一屁股债。她那时候抑郁绝望，家里乱得不像样。有一天，一个朋友对她说，你先收拾屋子吧，家是你的命。她照做了，她每天从早扫到晚，把角落清得发亮。后来她说，那时候我什么都改变不了，只能从拖地开始。3年后，她的生意做起来了，儿子上了大学，她自己笑着说，命不是改的，是扫出来的。那一刻我信了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场打扫命运的机会，只是很多人嫌累，他们宁愿去算命，也不肯动手收拾。但你要知道，命运从不会帮一个连自己家都不整理的人，因为那种人连承载好运的能力都没有。你想有钱吗？你想顺吗？先问自己，你家干净吗？你的厨房油腻吗？你的床底积灰吗？你的柜子里堆满没穿的衣服吗？你若舍不得扔旧物，你就舍不得迎新运。古人说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齐家不是摆设，是秩序。家里的一尘一物都在映照你的心，乱是心的投射，静是命的能量。所以当你觉得人生不顺、运气差、心烦、焦虑、破财的时候，请不要急着去算命或看风水，先看看你的家，你愿不愿意现在就去清理一下？哪怕只是擦一张桌子，哪怕只是倒一袋垃圾，你会发现那一刻命就在动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的崩塌从来不是一瞬间，而是从懒得收拾开始的。有的人刚开始只是衣服堆几天，碗没洗，后来桌上永远有昨天的外卖盒，地上散落着鞋袜，床头的灰尘都能捏出纹路。再后来，他开始不想出门，不想接电话，不想面对生活。外在的混乱其实就是内心的崩溃。人为什么越穷越乱？因为乱是能量的外泄，干净是力量的聚合。越乱的人心越善，心善则福善。我曾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年轻女孩大学毕业后独自租房，刚开始她对未来充满期待，房间整洁，花瓶有花，床单香气四溢。后来她失恋，工作不顺，生活开始往下滑，桌上堆满文件，地上是塑料袋，冰箱里放着过期的食物。她常常说一句话，我明天再收拾吧，可明天永远不会来。有一天她突然觉得连阳光都变灰了，她去看心理医生，医生没问恋情，而是问她，你家现在乱吗？她愣住了，说很乱。医生微笑着说，那你先回去打扫3天，再来见我。她照做了。3天后，她哭着说，我没想到打扫家能让我重新有力量。因为当她擦掉镜子上的灰，看到自己久违的脸，当她扔掉坏掉的东西，心里也在说，我不需要这些旧的了。打扫不只是清理，而是一种心理重启。有多少人以为自己是在生活，其实是在沉沦。他们被生活的杂乱吞噬，却还以为那只是懒一点。
可一个人越不想整理，越说明他被能量压住了。你不整理，能量就堵，你一堵就穷，就焦虑，就易怒。你越穷，越没力气整理，于是更穷。这就是能量的死循环。古人早看透这一点，《礼记》中有一句话：内则齐，外乃安。意思是说，内心有秩序，外在自然安宁。而内心的秩序最直接的投影就是家。古代讲风水，不只看地形水势，更看居者的心。为什么古宅的中庭一定有水、有光、有静？因为气通则顺，气堵则衰。同样，一个人若家中杂乱，气味浑浊，那股堵气会让人神疲、气短、心念沉郁。风水师称之为煞气，但本质其实就是能量失衡。你去看看那些真正有钱、走运的人家，他们的家从不是奢华，而是有序、有气、有流动感。桌上没有乱七八糟的瓶瓶罐罐，空气有淡淡清香，阳光能照到地面，那种气场，一进门你就能感受到。反观一些人，嘴上说想发财，家里却像垃圾场，说要提升自己，却每天躺在张床单上玩手机。你说连自己的3尺空间都无法掌控，哪来掌控命运的资格？命理上讲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：地气通则财气生。地气就是居所之气，风水的根不在外，而在心。心有序，则气有序；气顺，则财顺。有位风水老师曾说，我看一个人的命，不看他八字，看他客厅。我问为什么？他说，客厅乱者心乱，心乱者福薄，命再好也压不住。我曾去过一个客户家做事业咨询，那位老板是上市公司的高管，但事业陷入瓶颈，团队内斗，财务失控。我一进他家就明白了，客厅茶几上摆满烟灰缸，文件、遥控器，墙上挂着歪斜的照片，角落还有几双发霉的鞋。我说，你先别谈战略，先把你的家清干净。他愣了一下，但第2周照做了。2个月后，他告诉我，奇怪的是，公司问题没我想的那么严重，现在员工也开始配合我了。其实他不是转运，是心归位了。人的命藏在他对秩序的态度里。你想想，一个让家井井有条的人，做事也会有条理；一个家里永远脏乱差的人，往往拖延、逃避、没信心。这不是偶然，是能量逻辑。家越干净，脑越清晰，脑越清晰，运越顺。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位老书法家，他家不大，却整洁无尘，茶香淡淡。我注意到他的案台永远空出1/3。我问，您怎么保持得这么干净？他笑着说，乱的心写不出正的字。我后来才明白这句话，不只是说书法，而是在讲人生乱的心写不出正的命。再讲一个故事，古时有个叫陈抟老祖的修行人，被后人尊为睡仙。他一生讲究静气养神。有一次有人请教他如何得道，他说，先扫地3000遍。众人不解，他笑道，地不净，心不净，心不净，何谈净道？你看，古人修心不是闭眼打坐，而是从扫地理物开始，因为每扫一次地，就是一次心的整理。
后来禅宗也有类似的智慧。六祖慧能曾说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意思是真正的干净不在外，而在心。可反过来说，你若连外都不净，心也不可能真净。你现在明白了吧？家干净的人容易有钱，不是迷信，是能量原理。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流动的能量，干净的家，气流通畅，思绪顺，决策稳，自然招来机会。乱的家，气流堵塞，脑袋乱，情绪浮，机会来了也抓不住。有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，让两组人分别在干净与凌乱的房间里工作，结果发现在干净房间的人更容易做出正确决策，也更乐观，而在乱房间的人更容易焦虑、拖延，甚至产生自我否定。科学解释是，杂乱会占据你的心智资源，让大脑持续处于紧张感。可在命理上，我们说这是气乱伤运。所以你看，无论从哪种角度说，干净都是一种最便宜、最有效的转运术。但很多人就是不信，他们宁愿花几千块请风水师改摆设，也不愿自己拿起抹布擦灰。因为前者容易，后者需要觉悟。觉悟是什么？是明白命不改自外，而改自内。你要的好运其实藏在你懒得动的地方。床底的灰就是你压抑的情绪，衣柜的旧衣就是你舍不得的过去，那堆没丢的盒子就是你对未来的堵塞。你扔掉一样东西，就放下一个执念；你清理一个角落，就打开一条去路。家越干净，命越顺，因为你清理的不只是物，而是气，是心。我常说一句话，想转运不如转气，气顺则运开。你想让家里有财气、贵人气、喜气，先让它干净。你信不信？我认识的所有后来发起来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极度重视空间的能量。他们每天早上开窗透气，出门前一定收拾干净。他们说，我不能让我的气场被昨天的东西拖住。这句话真是命理真言。有个女企业家告诉我，她的原则是桌面乱则战乱，桌面静则前进。她不算命，也不拜佛，但事业一路高升，因为她懂得清净就是福。你现在是不是也开始低头看自己的家？你发现了吗？你不顺的时候，家往往也乱；你心烦的时候，房间往往更脏。那不是巧合，而是呼应。你的家正在替你说话。如果你此刻正经历低谷，不要急，先从擦桌子开始，别小看这件小事。当你一边擦，一边呼吸，一边专注于眼前的每一个动作时，你的心其实在回家，那个动作就是修行。你可以试着今晚做一件事，打开窗户，让风吹进来，把地擦一遍，把旧物扔掉，然后点一盏灯，坐下来喝杯水。那一刻，你会发现自己终于安静了，而安静就是好运的开始。很多人听到场域磁场就觉得玄乎，好像非得点香、念咒、摆阵才能改变。但在真正的国学智慧中，磁场的根不在外，而在心。古人早已道破，大学开篇8个字：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很多人只看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表面，以为这是政治之道。其实
这8个字背后是能量运行的规律。齐家不是让你装修豪华，而是要你让气归位，心归静，家乱。是阴阳不调，心乱，是气机不顺。当你清理、整顿、归序的时候，你其实在让阴阳重新平衡。阴阳调则气通，气通则命运自转。易经有云：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这就是磁场的古文版解释。你是什么气场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。势运家是你的外气场，心是你的内磁场，内外相应，就能通达天地之气。所以古人起居，修道之人不住乱宅，不居讳地。黄帝的宅经说：宅者，人之本，宅安则人安，宅吉则人吉。宅不只是安稳的安，而是心安、气安、命安。宅不安，人心就不稳，心不稳则失运。你以为整理房间是家务，其实是修行；你以为扫地擦灰是琐碎，其实是入道。古人讲扫地焚香不是形式，是正心，因为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那不是训诫，而是能量层次的提醒。当你的空间静，天地气通，你会发现思绪变得轻，情绪变得稳，直觉变得准。这是因为你的心气终于和自然气相合了。风水师说，地气上升，天气下降，阴阳气交而成合，其实就是这个理。人生为气体，你的气与家之气若对冲，必生不顺；若相合，事事顺遂。古人修行讲内修静气，外修清净。清净是什么？就是让周遭无晦气、无浊气、无扰气。一间整洁的屋就是一片清净地。你在那样的空间中做一刻，心自安，而那份安正是福的根。庄子说：静则明，明则通。人若静，天命之通可尽。静从何来？不是打坐打出来的，而是从清理中得来。外乱心乱，外静心静。你若让环境回归秩序，你的五感七情都会自然调平。从命理角度看，人的气运就像水流，水若流通，则润万物；水若淤堵，则成灾。家之气场亦然，堆积的杂物、发霉的角落、积沉的家具，都像命理的淤点，它们不断吸走你的阳气，让你心沉体弱，运衰。古人讲五行，其实讲的是气的流动。木代表生发，火代表活力，土代表安稳，金代表清明，水代表流动。而家之干净，其实就是五行调和的外现干净的家。木气畅，火气明，水气通，金气清，土气稳。这样的五行之气才能生出旺气。而所谓的场域磁场，其实是五行与气感的结合。现代人称之为能量频率，古人称之为德气。道德经说：上德若谷，谷是空，空者能纳百川。家干净了，空出来了，你的气量就大，宇宙的好运才进得来。很多人家里堆太多没用的东西，其实是在堵气量，堵住了气的入口，也堵住了运的出口。就像一个瓶子装满了污水，再倒进去的清水也会被浑浊。所以想让好运流进来，先得留空间。周易乾卦曰：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你若想运势长盛，就要让家常静。自强不息不是只靠意志，
而是靠气的流动，因为气一动，人就有生命力，而静正是气动的前提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你清理完一个空间，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？那不是错觉，那是能量重启。中医讲气行则血行，气滞则病生。同样，气顺则命顺，气堵则运阻。所以干净其实是最朴素的养命术。而真正懂命的人，从不迷信外物，他们懂得命的根在心，心有序则外顺，心混乱则外困。中庸说：诚者，天之道也。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是什么？就是不假、不乱、不虚。一个诚心的人，家不会乱；一个心乱的人，嘴上在说修行，也是假修。你若真修行，从扫地开始；你若真想聚财，从清理开始。易经有句话特别美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你想想，地为什么能载物？因为它静、广、容。你的家若像坤地那样厚实、清净、能容，你自然载得住福报。再讲一段古话，相传孔子有一次去鲁国一位士人家中，进门后立刻称赞士人有德。弟子不解，夫子，您还没见主人，怎知他有德？孔子说：观其事，无乱无秽，无器物而静，家之气清者，主必正心。弟子豁然开朗，原来德气与居气相通，你住的地方就是你品德的显影。所以你看，风水不是用来装神弄鬼的，它是提醒你，外在环境是内在修为的镜子。你若想改命，不必先拜神，而是先调静修心。修道之人崇静，佛家更重空。空不是没有，而是不执。你不执着，就不会堆；你不堆，空间就静。所以佛寺为何干净？因为那里的人都懂得放下。而一个不懂放下的人家，永远乱。他的乱不是因为穷，而是因为执念太多，东西太多，东西太多。气被压，气被压，运就滞，运滞，心就更乱，心乱再堆。这就是命的回圈。礼记说：慎独而不欺，内省而不乱。慎独是什么？就是在无人看见的时候，也自觉让空间、让心保持清明。那份清明会反映在气场上，所以有的人你一见就觉得舒服，那不是长相的问题，是气的干净。你想变顺、变旺、变贵，先让自己的气干净。气干净从哪开始？从你的家，而你家气场的源头就是你自己。你越是修心静气，家就越亮；你越懒惰、怨恨、焦虑，家就越暗。家是心的延伸，磁场是德的投影。所以国学的智慧其实早已告诉我们，想要好运，不是求，而是修。不是修别的，而是修静静者，心之明也。静者，命之根也。静者，财之母也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心里有一种想行动的冲动，那不是随意的念头，那是气感的觉醒。那股觉醒是天地给你的提示，该动了。现在请你静下心，环顾四周，你的家是不是你心的样子？如果你觉得压抑，那就是该整理的信号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都在整理房间，整理关系，整理情绪，也整理命运。只是大多数人只整理外物，却忘了整理能量。
家是你人生的第一磁场，你住的地方藏着你全部的能量信息，你怎样生活，你的家就怎样回馈你。家干净的人，磁场轻盈，心明气顺；家混乱的人，气质神疲，命运沉重。这不是迷信，是能量法则。宇宙中一切都是频率，你是干净的频率，就会吸引顺畅的事；你是杂乱的频率，就会吸引阻碍的人。想一想，当你早晨醒来，推开窗户，阳光照进来，空气流动，那一刻你是不是感到轻松？那就是气通。当你忙碌一天，回到整洁的家，坐下来喝杯水，整个人是不是安定？那就是气稳。而气通、气稳、气静，就是运的根本。很多人问我，老师，怎样才能转运？我总是笑笑说，从拿起抹布开始，因为你擦的不只是灰尘，而是命里的浊。你整理的不只是房间，而是混乱的能量。你丢弃的不只是物件，而是纠缠你的旧念。当你扔掉一个不再需要的东西，你其实在告诉宇宙，我准备好了，要迎接新的了。宇宙的回应从来不在远方，而在你敢不敢清空。还记得前面那位中年阿姨吗？她丈夫去世时，以为人生结束了，可她一点点扫地、拖地、擦窗、清理，她以为只是在忙碌，其实她在重启生命的气流。当她的家一点点亮起来，她的命也亮了。那不是什么风水转运，而是她自己成为了新磁场的主人。其实每一个被命运困住的人，都只是被自己的气困住，而打扫整理，就是让气重新流动的开始。你想想，一间紧闭的屋子，如果很久不开窗会怎样？潮、闷、霉、重，甚至长霉。人心也一样，你若长久不清理情绪，不整理生活，不放下执念，那股晦气就会像潮气一样，暗暗侵蚀你的命。你以为自己只是懒得打扫，其实是在慢慢让气凝结成运的阻碍。有时候生活不顺，财运不来，感情不稳，健康不佳，不是外界的问题，而是你让自己被乱气吞噬太久了。古人说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静就是静的外在显现，你若让环境清净，心自会归静。心静则神安，神安则体泰，体泰则运顺。所以打扫不是家政，是修行；整理不是琐事，是修心。你要明白，命理上讲的福地福人居，不是说你运气好才能住好地方，而是你把地方收拾好了，福气才进得来。福不是等来的，是你用干净的气场吸引来的。我见过太多人嘴上说要改变，实际上连床单都懒得换，说要努力，桌上永远堆着1个月前的外卖盒，说要转运，家里臭袜子能从床底扒拉出10几只。你说这样的人，天怎么帮他？天道酬勤，更酬尽。因为勤是动，静是通。你勤快的让环境干净，就是在勤快的让气流通。气通则百通，气堵则百治。有人说，老师，我工作太忙，哪有时间收拾家？我告诉他，越是没时间收拾，越说明你的气乱。你不是忙，你是心散了，散到抓不住自己。真正忙的人往往更注重空间秩序，因为他们知道外在的秩序能帮他们守住内在的清明。
一个企业家每天行程排得满满，可他的办公桌永远只有3样东西：水杯、笔、正在处理的文件。他说，桌面乱，脑子就乱，脑子乱，决策就错。你看，真正掌控命运的人都在掌控气场，而掌控气场的第一步永远是让你的空间干净。我常说，人生有3次重大的清理机会。第一次是你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时候，那时你有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能量场。如果那时你就懂得保持干净，你的运会早早打开。第二次是你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，失恋、失业、失意，都是宇宙在提醒你，该清理旧气了。如果你懂得在低谷时清理家，你会更快走出来。第3次是你想要开启新阶段的时候，搬家、换工作、结婚、创业这些节点上，如果你能彻底清理一遍，把旧的能量全部放掉，新的能量才进得来。可惜大多数人3次机会都错过了。他们在低谷时躺着，在转折时犹豫，在独立时随意，所以他们的命始终在旧气里打转。而你如果正看到这段文字，说明你的机会来了。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阶段，不管你现在顺还是不顺，都请你做一件事，今天就开始清理。从最简单的开始，扔掉一件你不再需要的东西，擦干净一张桌子，把地拖一遍，把窗户打开，让风吹进来。你不需要一次做完，你只需要开始。当你开始动手的那一刻，你的气就开始动了。气一动，命就活了。很多人不信，总觉得命运是天注定的，是靠运气、靠关系、靠背景。可他们不知道，真正的命是靠气养出来的。气从哪里来？从你的生活细节里来。你每天醒来后，床铺是否整理？你每次出门前，家里是否收拾？你每晚睡前，环境是否干净？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其实都在积累你的气场。古人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积什么善？不只是做好事，更是积清净之气、有序之气、光明之气。这些气积多了，自然有余庆。而一个家永远脏乱的人，他积的是什么？是惰气、晦气、赌气。这些气积多了，自然有余殃。所以命不是算出来的，是过出来的。你怎么对待你的空间，空间就怎么回应你的命。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创业者，他跟我说过一段话，我印象特别深。他说，以前我不懂，总觉得成功要靠拼、靠熬、靠关系。后来公司差点倒闭，我心力交瘁，回到家看着一片狼藉，突然就崩溃了。那一刻我意识到，我连自己住的地方都管不好，怎么可能管好一家公司？于是我开始每天早起收拾家，周末大扫除，把所有没用的东西都扔了。奇怪的是，我扔东西的时候，心里也在放下很多东西，放下对失败的恐惧，放下对他人的怨恨，放下对自己的否定。半年后，公司缓过来了，我也缓过来了。我现在明白了，环境就是心境，心境顺了，事境自然顺。这不是个案，这是规律。当你开始尊重你的空间，空间就会尊重你的命。当你开始善待你的环境，环境就会善待你的运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能量学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生命的真相。
我曾在一本古书上看到一句话：世雅何须大，花香不在多。真正有福气的人家，不在于多豪华、多宽敞，而在于干净、有序、有气。一间小屋，只要窗明几净，一盆绿植，一缕清香，那就是福地，一座豪宅。如果灰尘满地，杂物成堆，空气浑浊，那就是困地。福不在外求，在内修。而内修的起点，就是让你住的地方配得上你想要的生活。很多人喊着要过更好的生活，却不肯让现在的生活更干净。他们以为干净是结果，其实干净是原因。你先让环境干净，生活才会变好。你先让气场清明，运势才会转顺。这是因果，不是交换。你不能跟宇宙说，等我有钱了再收拾。宇宙会回你，等你收拾了再给你钱。因为宇宙只认频率，不认借口。你是什么频率，就会吸引什么层次的人事物。你是脏乱的频率，来的就是破事烂人；你是清明的频率，来的就是贵人好运。所以想改命，先改场；想改场，先改你的家。从今天开始，请你把打扫当作一件神圣的事。每擦一次地，告诉自己，我在清理旧能量；每扔一样东西，告诉自己，我在放下过去；每开一次窗，告诉自己，我在迎接新生。这不是自我安慰，这是能量的仪式。当你带着觉知去做这些事，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在重塑你的磁场。而当你的磁场变了，你的命就变了。我曾听一位老师傅说过一句话：人活一口气，家靠一股清，气要养，清要守。你若能每天守住这份清净，日积月累，你的命里就会多出一股正气。正气足则邪不侵，邪不侵则运至顺。古人讲浩然正气，不只是说品格，也是说能量。你的家干净，你就有底气；你的空间有序，你就有定力；你的环境清朗，你就有福气。这三气一聚，命自然旺。所以别再小看打扫这件事，别再觉得整理只是家务，别再以为干净只是表面。干净是你能掌控的最大风水，整理是你能修炼的最深功夫，打扫是你能转运的最快方式。如果你此刻正迷茫，正困顿，正不顺，请不要再到处求神问卦，请回到你的家，拿起扫帚和抹布，从门口开始，一寸一寸的擦，从角落开始，一点一点的清。当你擦到一半，你会发现汗水流下来，心里的堵也在流。当你清理完毕，你会发现房间亮了，心也跟着亮了。那一刻，你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，你自己就会知道，运要转了，因为你已经把旧的气场清空，把新的频率打开。宇宙听见了，天地看见了，接下来只需要等时间，把你应得的福报一样一样送到你面前。而这一切的开始，不过是你愿意弯下腰，拿起一块抹布，家越干净，人越有福。这不是鸡汤，是天道；这不是劝说，是真相。如果你信，请你今天就开始；如果你不信，请你试一次再说。3个月后，你会回来感谢这篇文章，因为你会发现，真正改变你命运的，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而你改变命运的方式，原来这么简单：让家干净，
让心清明，让气流通。如此福自来。你看古人讲修行，讲的都是最朴素的道理。道德经说，治大国若烹小鲜，意思是越大的事越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做。改命也一样，不是去找什么高人，不是去买什么法器，不是去做什么仪式，而是从最小的地方开始，从擦桌子开始，从拖地开始，从开窗开始。当你把这些小事做到位，大事自然顺。因为天道从来不偏心，天道只看你有没有顺应规律，而干净就是天地间最基本的规律。阴阳要平衡，五行要流通，气机要顺畅，这些都需要一个前提，那就是静。静了才能静，静了才能定，定了才能会，会了才能通，通了命就顺了。所以你看，一切的起点都在那一块抹布上，都在你愿不愿意此时此刻站起来去擦一张桌子。很多人会说，道理我都懂，但就是做不到。其实不是做不到，是不愿意。因为打扫这件事太普通了，普通到让人觉得它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。可你要知道，越是普通的事，越藏着大道。佛陀说，平常心是道。什么是平常心？就是在平常的事里保持觉知，保持专注，保持恭敬。你恭恭敬敬擦一张桌子，和你随随便便擦一张桌子，效果完全不同。前者是修行，后者是应付。修行的人，每一个动作都是在调气应付的人，只是在消耗时间。所以关键不在于做什么，而在于你用什么心去做。当你带着觉知去打扫，你会发现擦桌子的时候心也在被擦亮，拖地的时候执念也在被拖走，扔垃圾的时候旧气也在被清除。这就是修行，这就是转运，这就是改命。而且这是你完全可以掌控的，不需要求人，不需要花钱，不需要等待，只需要你此时此刻动起来。所以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愿不愿意现在就站起来去做一件事？哪怕只是把桌上的杯子洗干净，哪怕只是把床铺整理平整，哪怕只是把窗户打开透透气，你愿不愿意？如果你愿意，那么从这一刻开始，你的命就开始转了。如果你不愿意，那么继续看再多的文章，也只是在消耗时间。因为真正的智慧不在看，而在做；不在知，而在行。王阳明说，知行合一。你知道了，就要去行动，行动了才算真知道。所以朋友，现在就去吧，去擦那张桌子，去拖那片地板，去扔那袋垃圾，去开那扇窗户。当你做完这些，你会发现你的呼吸深了，你的心跳稳了，你的眼神清了，你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那就是气场在改变，那就是磁场在调整，那就是命运在转向。而这一切都从你弯下腰的那一刻开始。家越干净，人越有福。这8个字不是说说而已，是真真切切的天道。愿你能懂，愿你能信，愿你能行，愿你的家从今天开始一天比一天亮。愿你的心从今天开始一天比一天轻。愿你的命从今天开始一天比一天顺。而这一切就从此刻开始。
就从你手中的那块抹布开始。去吧，天地在等你，福气在等你，你的心声在等你。